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在今天的课堂上，大家将要和老师一起学习6级的阅读部分。在阅读部分呢，我们说有一道考题呀，考你的是近义词辨析，对不对？之前呢，在之前四节课上边，老师呀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如何去做这种类型题目的技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用的那个方法是排除法。那怎样用一些小技巧去排除掉错误的选项呢？我们通过4节课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了4个小方法。比如说，你们可以去找一些固定搭配，或者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文章的前边、后边有没有给你一些提示。再或者呢，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相近或相反的表达。最简单的一点啊，就是如果在这道题目当中呢，大家发现呀要考你量词了，那你就一定要开心一下，因为量词一般来说至少可以帮助你排除掉2个选项，剩下的2选1就非常简单了。如果你特别幸运的话，那么你应该会碰到一道题，就是通过1个量词就可以确定出来正确的答案。当然，我们之前的4节课呢都是技巧课，有的同学呀就问了，老师，你不能光讲技巧，不给我们一些到底这些词怎么辨析的内容吧？当然不会，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的重点呀就不再是给大家讲技巧了，而是教一教大家你在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辨析一些这2个词看起来好像特别像，意思也比较相近，那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辨析而分析它的用法呢？也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呀，碰到这类型的题，你应该怎样去分析这些长得非常像的词语？好，从今天的课程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这个方法吧。这个课程呢，将会为大家按照不同的词来讲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总的方法，就是近义词辨析到底应该怎么辨。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词的意思。有的时候这2个词可能长得非常像，但是它们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到达和达到，到达呢是到了一个地方了，达到呢是达到某一个目标了。所以像这种长得很像的词呢，大家一般呢不用担心。还有一些长得比较像的词，也是可以通过这些词的意思来分析的。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2个词意思差不多，那你先来看一看，那它表达的意思哪一个程度更深，词义更重，哪一个词义比较轻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第一个，请求和恳求。什么时候用请求，什么时候用恳求？这2个词呀，都是在求别人，但是请求的词义呢，就比较轻了。通常情况下呀，大家用一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恳求啊，就是词义比较重的一个词，一般啊就是程度非常深，求人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呀我们就叫恳求。再看第2组，损坏和毁坏。都是把东西弄坏了，或者说把一些建筑之类的物品弄坏了。那应该怎样去判断到底哪一种情况下你应该用损坏，哪一种情况下应该用毁坏呢？损坏呀，其实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表摔坏了，把自己的手机把这个屏幕给摔碎了，这个呀都可以说损坏了一个物品，它呀是比较小的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词义呀没有那么深。那毁坏呢？毁坏的程度就非常深了，可能呀这个东西彻底不能用了，又或者说比如说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灾害，把某一些建筑啊之类的就彻底毁坏了，然后你就彻底不能用了。所以说当你用毁坏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东西呀坏的程度非常深。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第一点呢，大家在辨析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除了看它表达的意思都是把物品弄坏了这个意思之外，还要看一看，它这个词义的轻重到底怎么样。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轻视和蔑视。如果你非常不喜欢一个人，或者说有人呐，就喜欢轻视别人，他可能就是，我看不起你，有这样的意思。蔑视呢也是，但蔑视呀程度非常深了，它就是说我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用蔑视的时候，对别人的这种轻视呀，就是非常，程度非常深的一种轻视，那就是蔑视。好，我们通过3组词帮大家呀说了第一个分析的方向，那就是看到词义差不多的词的时候呢，试着从这个轻重方面来做一个小小的分析，说不定你就辨析出来这2个词有哪样不同的地方了，也就更了解在一些句子当中或在一些表达当中应该去选择哪个词了。除了我们说可以看词义的轻重，大家呀还可以再看一看范围的大小，意思一样，但可能使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时代和时期都是说时间的，对不对？那哪一个词说的范围更广呢？应该是时代。这个新时代，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新时代，而时期呢，可能时间段呀就相对要短一点了。比如说我们说有困难时期、抗战时期，等等，改革开放的时期之类的表达。时代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边要比时期所包含的这个时间段更加广一点。再看第2组，局面和场面。哪一个表达的范围更，这回换一个问法，更小一点呢？应该呀是，场面。比如说，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觉得这个场面呀，非常的豪华。那局面呢？局面就说的更加广泛了。比如说，现在整个国家，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它呀都是范围特别大的一个表达。这个呢是局面和场面这样的一个区别。再看第3个，边疆和边境。从地域上来看，从面积上来看，边疆它的范围要比边境更加广一点，更加大一点。虽然说意思差不多，那这3组词呢，它们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一个词它的范围更加广，后边一个词它用的范围呢就更加小了。好，我们刚刚呢已经说了2个方面了，一个是词义的轻重，第2个呢就是说范围的大小。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当然有，我们来看第3个。第3个就是意思差不多，但是我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改革和改善。改革在中国非常有名的有改革开放，对不对？改革呀重点在革，就是把一些旧的东西彻底抛弃掉了，然后呢要开始新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呢中国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呀这些外国的投资者呢也可以在中国办工厂了，是不是？后来呀到现在你们呢也能来中国留学，都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是改革，和以前呀不一样了。改善呢重点是善，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这个条件呢，生活的条件在慢慢的改善，也就是生活呀慢慢的越来越好了，重点呀是变好了。所以这2个词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再看第2个，废除和解除。同样呢找一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个重点是废，废就是彻底不要它了嘛，废除掉它。那比如说
废除了一些旧的不好的一些东西，旧的一些政策之类的，我们把它给废除掉，制度不好我们也废除掉，所以就是彻底不用了。解除呢，比如说有这种安全问题，有预警，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个叫解除，就是觉得它这个情况变好了，所以呢就不需要预警了，这个叫解除。所以解除只是不要它了，废除是彻底把它抛弃掉了。好，这个呢是从侧重点来分析这一些词汇。我们再看，除了注意词的意思之外呢，有些词呀，它的感情色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褒义词、中性词和贬义词。如果大家经常会总结一些词汇的话，会发现有一些词呀，它说的是好的方面；有一些词你一看到它就知道它说的是不好的方面。说好的那就是褒义词，说不好的那就是贬义词。那有一些词呢，它既可以形容好的，也可以形容不好的，我们就叫它中性词。举个例子，一起来看一下，鼓励和煽动。都是告诉一些人呀，你们要去做这件事情，鼓舞你们。但是鼓励一定是让你去做好的事情，煽动就是煽动民众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是这两个词的区别。技巧和伎俩都是一些方法，可能可以帮助你，对不对？但是技巧一定是帮助你，这个方法呀是好方法。伎俩呢，可能就是一些不好的方法，但同样可能也有用，只是这个伎俩一听就是用了一些别人不太容易去接受的，可能对别人还会造成一些利益上损害的方法，这个叫伎俩。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组，成果、结果还有后果。成果经常固定搭配是什么？学术方面的成果，科研成果，对不对？这个都是说研究或者学习之类的这样的好的结果，我们叫成果。那结果呢？刚刚说了，好的结果叫成果。结果它其实就是一个中性词，可以说好的一方面，也可以说不好的。不好的结果我们就叫它后果。所以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人家说的这个事情是好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去用造成了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这个后果一定是不好的结果。再看第二组，坚定、顽强、顽固，都可以去形容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说这个人他意志力强，认定一个目标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我们说他是坚定，是夸他的。顽强呢？顽强的生存下去也可以，但是呢，有时候顽强也可以去形容一些不好的，关键呢去看语境，它是一个中性词。最后一个顽固，顽固它就是一个贬义词了。如果你去形容这个人他是个老顽固，证明他不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完全相信自己，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那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顽固一般来说它是一个贬义词，说这个人是不好的，老顽固，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去接受新的东西，这个是顽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不同，有褒义、中性还有贬义词。大家平时呢也要多注意一下，词它也是有感情的，你看看它是这种好的感情，还是平平淡淡的，或者说是一种表达的不好的感情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多积累一下，不然你在说话的时候就要闹笑话了。我们再看，除了这种感情色彩它还有语体色彩，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有一些词呢，大家可能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也就是说它上不了台面，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用的，就是口语化的词。
但有一些词，人家生来就不一样，经常啊，你就是在文学作品，这样的一些书面语当中才会看到它。那这种词呢，就是书面语。你如果在口语当中经常使用一些文绉绉的书面语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这个人呐，真是文绉绉的，对不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平时啊，也要多注意一下这个词，它除了有感情啊，它呀还分场合，到底是老百姓日常用的，还是说文学作品当中经常用的书面语呢？举个例子，这种第一个吓唬和恐吓，对不对啊？这种吓唬别人，就是我们口语当中经常用的，而恐吓呢，它就是在书面语当中要用的。第二个，胆怯和胆小，说这个人啊有点胆小，胆子不大，我们说是口语。胆怯呢，它就是书面语了，就是在文章当中经常会见到的。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呀，更加鼓励你去用一些书面语，而不是口语表达。因为到6级了，其实大家的汉语水平就已经非常好了，接近于一个母语表达者了。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正确的使用一些书面语的词汇的话，一定是会给你加分的。好，这个呢，我们就是从第2方面色彩不同，给大家教一教有哪些方法。你可以去想一想它的感情，也可以去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用，也就是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除了这个，大家还应该注意的有一点就是，有些词呀，它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搭配的对象不同，我们来看发扬。发扬都是把这些好的让别人知道，传承下去，对不对？发扬的对象是什么呢？发扬的对象啊，一般是这种作风、传统、精神、民主，也就是你看到发扬啊，它后边的小伙伴一般呀就是这种类型的词。这个呀，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固定搭配，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去解题的。再看发挥，同样呢也是让它发挥出它的作用，对不对？也是要把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它用在更多的方面。但是发挥和发扬就不一样了。发挥作用的对象是谁呢？刚刚已经说了，有一个是作用，还有就是发挥它的积极性或者说创造性等等之类的，它们的搭配是不一样的，大家平时也要多注意一下。除了搭配对象，有一些词呀，它看着意思相近，但是它的词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呀，它在句子当中的用法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大家就了解了。突然还有忽然，都是说时间非常短，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对不对？但是呀，我们说突然是一个形容词，而忽然呢，它是一个副词。你可以说事情发生的很突然，你不能说事情发生的很忽然，对吧？这个就是说它从词性方面呀，也就限制了它在句子当中的用法。第二个，偶然和偶尔，跟突然和忽然差不多。偶然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对吧？它可以去形容这个名词加白勺的。偶尔呢，它是副词，副词去形容什么呀？形容动作类的。比如说我偶尔回家，我不常回家，对不对？我是偶尔回家，你不能说我偶然回家吧？所以呀，也是通过分析它的词性来帮助大家了解，在这个句子当中，你到底应该用偶然还是偶尔。虽然它们表示的呀都是频率不高的意思，但是呀用法，那是打了不一样的地方呀还是很多的，因为它们的词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是不是又学习到新的技能了？好，接下来呀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说我们呀近义词辨析。第一部分呢是先给大家讲一讲名词。刚刚给大家说的那些方法是总的方法，你在遇到不同的词呀，都可以从那几个方面去分析一下。
但是具体是哪一方面呢？就需要看大家遇到的词到底是哪一对儿了。近义词呀非常多，我们说在这个课堂上呢，没有办法帮助大家一一的都解答到，这个呢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的课程呢有干货，有方法，当然也有内容。内容啊，也就是通过方法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帮助你去了解和运用这样的一些辨析词的方法，让你呢学会自己去总结，真正的把这些内容啊自己都掌握了。内容虽然不多，但是呀都很有用。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说这个名词辨析，大家应该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首先呀，你要去看一看这两个名词，它的词义是不是一样的。如果非常相近呢，那你就要去分析分析，它的语义范围、大小是不是有区别？或者说，你来看一看这个名词经常和哪个动词搭配，那个名词又经常和哪一个动词搭配。也就是说，给大家3个方面，首先去分析它的词义。接着呢，你去比较一下，可能是语义范围有区别，或者呢，你再去看一看是不是搭配不一样。我们今天啊，就来带大家一起看几组近义词，它们都是名词。第一个是情况，第二个是情形。这2个词有什么区别呢？找一找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情况说的是况，对不对？情形，说的是这个形。况呢，它就是状况。我们说的是事物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样子。情形呢，更侧重于表达呀它的形状，也就是事物的样子是什么。这2个一比较，其实情况呢就比情形更多了一个表达状态这样的一层意思。我们再来看看例子，看看搭配。比如说到情况，它经常和哪些小伙伴在一起玩呢？我们说呀，经常会说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最近工作情况、学习情况怎么样？它呀表达的是你当前的这样一种状态，对吧？或者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情况，有情况，这些都可以。那情形呢？它一般是说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当时呀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的这些实际展现的样子是什么，说的是情形。情形怎么样？这是它常见的2个搭配。我们看一看例句，加深一下印象。流星雨这种情况或者情形都可以，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流星雨在你脑子当中是不是有那么一幅图画出现了？是不是有它自己的样子呢？我们说呀，这个情况只是比情形多表达了一层含义，也就是当你要表达的是状态的时候，你只能用情况；当你表达的是样子的时候，2个呀都可以用。所以第一个句子，情况、情形都可以。流星雨这种情况或情形非常罕见。第二个，他最近的身体情况不太好。第2个句子呀，大家就只能用情况了，因为人家说的是最近他身体的状态不太好，可能身体生病了，对不对？这呀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样子。所以呢，在第2个句子当中只能用情况。我们接着做2道练习。老师给大家读，请大家快速的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刚来中国时不习惯，现在好多了。是什么好多了？情况还是情形呢？说的是状态，还是说的是你的样子呢？答案应该是情况好多了，说的呀是这种状况，这种不习惯的状况呀变得好多了。我们再来看第4个，报告队长，我们这里有。非常简单了吧？
已经给大家答案了，在上边。我们这里有情况，对吧？是新出现了一种状态，叫有情况。好，这个是情况和情形的辨析。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2组，状况和状态。哎呀，这么光看2个词，傻傻分不清呀，有没有？有时候呀，老师也会这样。但呀，你要仔细再去看一看它们不同的地方。状况说的是况，强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况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一段时间内它一种总的情况、总的状态。那状态呢？它说的呀是一个特定时间的状态，也就是说状况呀比较笼统，它说的没有那么细，而状态呢，它是指特定的某一个时间内的这种状态，说的就更具体了。这2个词侧重点不一样，一个是说的具体的，一个呢是说的一种总的来看的一种状态，更词义更广一点。我们说是语义范围不同。这么光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对不对？我们看几个例子，或者说先从他们的常见搭配来看。说一个人呐，你经常会说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婚姻状况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或者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个都是从一个非常广的范围来说的。而我们说状态呢，它表达的更具体，是只有某一个时间段而展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对吧？比如说听了一个消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我们叫兴奋状态，你就不能说兴奋状况了吧？状况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普遍的一般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状态。而兴奋激动，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吧，它可能只出现在某一段时间内，所以我们后边呢要用状态。昏迷呢，生病了，或者说一不小心撞到了某一个地方，可能大脑呀就有一点不舒服了，这个人昏迷了，我们说它也是一个短暂的状态。昏迷之后肯定会清醒嘛，现在它是清醒状态，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呀这一些只不是一个一般情况下的这种表达出来的情况情形，我们就用状态而不用状况。看几个例句。他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说他经济呀是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对吧？这是一种一般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用状况。再看第2个例句，我们要保持平衡的心理状态。这种平衡的状态呀，是你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特定时间内你要去保持的，所以心理方面的，因为它会改变，对不对？所以呀，它不可能是一个一般情况下一直都这样的，你呢就应该用状态。好，接着来做2个练习。第3题，你最近的健康怎么样？在这里应该用的是，说的是健康，找一找固定搭配。我们应该用的呀是健康状况。好，再看下一道题目，水在一定的温度下，什么会改变？在这里呀说的是一定的温度下，也就是说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情形之下才会发生的。我们应该用的是状态，有固态、液态还有气态，对吧？所以呀，在这里状态应该是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我们再来看下一组词，方法和办法。这2个词啊，其实它们呢意思还真的是差不多，但是呢办法呀它有一个侧重点，它更强调的呢是针对具体的事情而提出来的一个方法，这个叫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就是强调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方法呢它就是
范围比较广了。一般情况下呀，各种处理事情的做法都可以叫做方法。比如说，我的工作方法是什么？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你不一定是要去解决问题，而只是在处理工作上面的事情，在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用方法。如果说你遇到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这个呀，这时候就要用办法更加合适。我们再来看一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搭配？刚刚说工作、学习，思想这一些呀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后边经常加的是方法。而比如说你遇到问题了，你就要去想什么？想解决它的办法，对不对？或者说我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有后边经常也是加的办法。采用后边呀也可以用办法，但是这里呀只是说办法的前边经常用这三个词，但不一定说这三个词后边只用办法，大家要区别一下。你也可以说，我有一个好的方法，对吧？但这个方法呀就不会去强调是在解决问题了，而当你用办法的时候呢，我一定知道你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区别。我们接着呢再来看一看，这两个词呀其实区别挺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当你强调有问题要解决的时候呢，用的是办法，其他呀一般呀都可以用方法。那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认识，一起来做一做他们的练习题。他的学习非常好，你可以向他学习。在这个句子当中，请问各位同学们，你有问题需要去解决吗？没有，所以它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说应该是学习方法，只是说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的。这个方式呢有助于学习，你可以呀跟着它一起学一学，对吧？再来看第二个例句。对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帮你。这个句子当中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了，它有什么？有问题。面对问题，你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一般用什么呢？用的是办法，所以正确答案是办法。经过这么梳理，是不是对方法和办法的区别，就更加明确了呀？好，那明确之后，我们来看下一组，方式、形式，先找不同。一个呀说的是，第一个字是方，一个词它第一个字呢是形。那方啊其实就是方法，对吧？方式呢是一种固定的，不容易去改变的一种方法。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方式可能每天都是早睡早起，有的人呢他的生活方式就是晚睡早起，这样的人很厉害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固定的，不太容易去改变的一种方式方法，对吧？我们用方式。那形式呢？形式啊，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地方经济形势怎么样等等，它是说事物的形状和结构啊，不是经济形势，那是另外两个词啊，那是同音词。形式是说的事物具体的这个形状和结构，是你可以去看到的。比如说表现的形式是什么？我通过舞蹈的形式来为大家展现这样一种文化，这个呀是形式，你可以用眼睛去看到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呢，先看一看它们不同的搭配。说方式是不容易改变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还有说话方式。南方人呢说话方式非常细声细语的，但有时候你到了北方就会发现，北方人的说话方式呢可能就更加的直爽，声音嗓门比较大，对不对？这些呀就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再来看形式，艺术形式、音乐形式、组织形式，
这些呀，大家都是可以用眼睛来看到的啊。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呀？是通过怎样的结构来让你了解到的？这样呢，就是一种具体的形式了。看完了解释，我们一起呢再来看一看它的例句。妈妈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现在呀，其实要说这个养生啊，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抓起。希望大家呢也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再看第二个例句，这次活动的组织形式是什么？说到组织，一定后边用的是，经常就是用的形式。一般啊，就说是几个人一组啊，或者说你是说开会呢，还是说出去采风之类的？这个呀叫组织形式。看完了例句，考你们的时候到了，来做一做第一道题目。老师一边读，你们一边想一想答案是什么。这本书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各种。问一问你，这些话剧、电影、电视你能看到吗？能看到的话，你应该它是有具体的那些实物存在的，对不对？那你应该用的是哪一个词呢？我们在这里应该要用形式。再来看下一道题目，他的说话非常幽默。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喜欢这种说话方式比较幽默的人，跟他在一起比较开心嘛，可以说是一个开心果，对吧？所以这道题目的答案应该是方式。怎么样，你们分清楚了吗？方式和形式。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组。没有了，直接到我们的练习环节。今天的练习不多，坚持一下。我们来看2道练习题，巩固一下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分析这些名词，又怎样把这些方法和之前说过的那些技巧用在我们这道选词填空的题目当中呢？老师一边读，大家一边先想一想，当你遇到这道题的时候，你找的突破口是什么？你是怎样去解决的？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现代人工作之余需要用娱乐来调节身体的紧张。第一个空，只一味的工作不，第二个空，任何娱乐活动最终会怎样身体健康？一共有3个空。第一个空给大家的选项是情况、情形、状况和状态。我们刚刚是不是也分析过这些词？说到调节身体的紧张，这是一种经常会有的、普遍的，还是说特定情况下是因为工作比较紧张，所以身体呢也就变得紧张起来的这样一种，应该是状态呢，对不对？说这个状况和状态它的区别在哪里呀？刚刚说过了，状况它是一种一般情况下的，而状态呢是特定情况下的，对不对？某一时间段的。这2个词它们的语义范围是有一点区别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毕竟是这节课刚学过的嘛。所以其实我们从第一空就已经得出了正确答案。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到底对不对呢？只一味的工作，不怎样任何娱乐活动。你会去举行吗？举行那你是主办方啊，不行吧？举办呢？也是，不能说去举办一场考试，也不能举办可以举办活动，但是你得自己去组织，对不对？你不是组织者，你只是参加者，所以一般呢是参加娱乐活动。最终会怎样身体健康？不利，不利后边要于，对不对？不利于身体健康，是某一样东西吸烟不利于你的身体健康。
阻碍，让它发展的速度变慢了，这个叫阻碍。防止，防止后边加的是什么？比如说，台风要来了，提前预告一下，大家呀不要出门，防止发生意外，对不对？防止后边大家记住了，一定是不想发生的事情，我们要防着它，止不让它发生，对不对？你不能说防止身体健康，难道你是想生病吗？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最后呢，损害最终会损害身体健康，对吧？对你的身体有不利的影响，那就是损害了。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再来看第二道题目。大多数人失败，并非由于他们才智平庸，也不是因为什么不好，而是由于没有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才使得自己最终无法触摸到什么样的终点线。与其说他们是在别人的竞争中失利，给你一个空，说他们败给自己不成熟的心态。这道题目其实虽说放在了名词里边，但是更加容易做出来的是我们的之后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和梳理的一些关联词。看一看，提示你，与其说，请你脱口而出说一说，与其说它的固定搭配是什么？与其说呀，不如说，所以答案是 B。与其说他们是在别人的竞争中失利，所以是否定掉它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如说他们败给了自己不成熟的心态。那再看看其他的选项其他的几个空，不是才智平庸，也就是说不是你能力不够，也不是。那既然是这个不是也不是，它呀就是说既不是 A 也不是 B 和 A 应该是不一样的事物，所以呢你就不能再用能力了，因为才智平庸其实就是能力的一方面。感情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并列，对吧？背景不好，有没有背景这个就比较非常现实了，一般呢不会这么写。其实最合适的是运气，能力呢是你自身的，运气呢是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对吧？既不是说你自身的因素，也不是说那些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因素，也就是说运气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由于没有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良好、愉快、自然都可以搭配，所以这一空很难去排除，才使得自己最终无法触摸到。这一空其实非常有意思，给大家的选项是权力、成功、胜利和命运。它的关键点解题的这个开启这个答案的密钥其实是在文章的一开始。说大部分人失败不是由于 A 也不是由于 B 而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原因，所以你才没有。想一想，你失败了，其实你就是怎样你就是没有成功嘛，没有成功等于失败，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技巧，那就是说你一定要看一看文中给你的一些提示，所以在这里成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来源于失败，失败就等于没有触摸到成功的终点线。最后呢是与其说不如说这样一个固定的搭配，也说是关联词语，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就锁定在了 B 选项，没有任何问题。其实这种题目真的用排除法非常好做，对不对？至于这些关联词呢，我们在稍后的课堂上也会跟大家一一分享的。好，今天的课程稍微有一点长，非常感谢大家呢耐心把它们都听完了。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下节课就要教一教大家怎样去辨析这些动词。好，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